他刚点支烟，打算放松一下。Echo 4, this is Echo 1. Stand by, moving to White 2. Echo 1, move when ready. Over. 收到狙击手的指令之后，特战小队迅速摸进了一处仓库。他们配合默契，战术素养极高，俨然是一群上过战场的老兵。狙击手在高处为小队清理可能遇到的威胁，小队则悄无声息地对毒贩的老巢展开了清洗，果断狠辣，毫不拖泥带水。What are they doing? 枪声终于引起了外围毒贩的注意，刚准备上前查看情况，可仓库的灯却突然暗了下来。紧接着周围传来了密集的枪声，毒贩慌乱中仓促应战。虽然这群老兵已经退役多年，但对付他们仍然毫无压力。没过多久，毒贩几乎全都失去了反抗之力，唯一的幸存者也陷入了老兵的包围圈。小胡子以为对方想要抢货，于是立刻表示所有的货都在车里，但这时领头的老大却摘下了面罩，拿着手机来到了毒贩面前。 Where is he? I don't fucking know, man. I've never seen him before in my life. 眼见对方嘴硬不说，男人没给他任何机会，直接让手下给他来了个痛快，因为这群人在害死自己女儿时也没想着留活口。男人名叫安迪，曾是美军派往伊拉克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，和其他上过战场的老兵一样，退役的安迪患上了战后应激反应综合症。虽然经常会去找心理医生开导，但和战友们在一起战斗的画面依旧时不时地出现在脑海。为了不影响妻儿的正常生活，他便搬到了湖边的房车里独自生活，并在小镇上的五金店找到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。安迪有个女儿叫瑞秋，今年刚满18岁，但刚烈的性格却随了安迪，经常和母亲对着干，甚至不顾母亲的劝阻和男友出去，这让莱恩非常头痛。瑞秋的男友凯什是当地毒贩老大费利曼的儿子，但此时的他并不清楚，由于最近凯什要出差一段时间，所以便带着瑞秋来到朋友的俱乐部，想让他在这里放松一下。可刚到这里没多久，凯什突然收到了一个电话，于是在和瑞秋简单道别后就起身离开。凯什走后，瑞秋有些无聊，于是便在俱乐部溜达了起来，却意外在一间房子中看到了一群瘾君子。瑞秋本想就此离开，但对方却一直在旁边引诱和挑衅，告诉他这个东西有多嗨。最终18岁的瑞秋没经住诱惑，坐到了几名瘾君子身边，拿起来就整了几口。刚开始并没啥反应，但很快他就感觉到呼吸不畅，整个人倒在床上开始不停地抽搐起来。其他人都被这场景吓坏了，但他们反应过来的第一时间却是逃离现场。等到安迪再次和女儿见面时，是女儿下葬的那天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无疑成了安迪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痛。葬礼结束后，安迪来到了女儿的房间，这是他离开母女两人这3年来第一次走进女儿的房间，抱着女儿生前的衣服。安迪的内心无法原谅自己，但就在这时，女儿的手机却突然响了。安迪随手将手机拿了起来，发现上面的信息是一个名叫凯什的男孩发来的，大概的意思是他出差回来了，想约瑞秋见一面。看到这个消息的安迪直接站了起来，然后大步走出了房间，回到湖边房车，拿出了那把尘封多年的射钉枪。没错，他觉得女儿的死和这人有关。而另一边的凯什率先来到了和瑞秋约定的地点，依旧是朋友的那家俱乐部。两个朋友有些紧张，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凯什瑞秋的事。 Boy, stop fucking around. Rachel's dead. Stop messing around, man. She's gone. Showed done some fucked up junk. 凯什不敢相信，因为他清楚瑞秋绝对不会接触面粉，整个人也在这一刻快崩溃了。事情发生在朋友的俱乐部，凯什想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事发前朋友出门买吃的去了，也就是说他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况。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算他在愤怒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在从朋友口中得知了瑞秋的葬身之处后，凯什气呼呼地冲出了门，刚好和来这里找他的安迪碰了个脸对脸，但现在双方还不认识对方。随后安迪从包内掏出射钉枪，开始发泄内心压抑许久的怒火。此时安迪的身体已经完全被杀戮支配，任何他觉得和女儿死有关的人，他一个都不会放过。 Oh, what the fuck, man? Ah, shit. Who is Cash? What you want to do with Cash, man? Ah, all right, okay. 就在他想知道凯什的去向之时，突然被人用塑料袋从后面套住了脑壳，武器也掉在了地上。男人见状，凶神恶煞地爬了起来，顺手捡起了地上的枪，然后嚣张地来到了安迪身边。就在他打算用武器找回场子之时，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，紧接着有人拿掉了他头上的塑料袋，而这人正是曾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。原来在赶过来赴约之前，安迪就通知几名战友过来帮忙。得知老大的女儿被害之后，几人立刻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。好在一切都不算晚，回到湖边房车之后，安迪烧掉了一切和女儿有关的东西，因为接下来他要开始复仇了。这时妻子也打来了电话，安迪接了起来。莱恩很清楚丈夫对女儿的感情，在得知安迪拿走了女儿的手机之后，他就明白了安迪想要干什么。但安迪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询问了女儿的手机密码，并表示自己只想看看她的脸。 She respected you more than you thought, you know. You already know it.
It's the birth year of your beloved core. 妻子的话让安迪有些意外，这无疑加深了他对女儿的愧疚。缓过劲来的安迪回到了屋子，根据妻子提示的密码打开了女儿的手机，里面全都是他和一个小伙的照片，显然正是凯什无疑。而此时的凯什也正陷入失去女友的痛苦中。但下一秒店里进来了几个小年轻，其中一人注意到了发呆的凯什，上前就开始言语挑衅。凯什不想搭理他们，起身走出了小店，但刚走几步的他越想越气，正好那几名小年轻也出了门，于是凯什果断追了上去。可就在他拔刀准备动手之时，一辆汽车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。Get in the car. Now get in the fucking car. 凯什见状立刻坐上了车子，而这个女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同父异母的亲姐姐艾娃。姐弟俩没说几句就吵了起来，这件事对凯什的打击很大。知道弟弟难受，艾娃索性将事情说了出来。瑞秋食用的那包面粉被人动了手脚，且动手脚的人正是父亲费利曼的手下。这个消息让凯什无法接受。另一边的安迪也打算展开复仇行动，他将几名战友重新聚集到一起，很快就商量出了一个确切的行动计划。但现在他还缺少一支趁手的家伙事，于是大胡子带他来到了一处黑市，并顺利买到了一把满配的突击步枪。老板还附赠了一条消息，因为之前安迪搞出的动静巨大，费利曼在道上发布了悬赏金，所以老板提醒安迪最好躲躲。而安迪听后并没有吱声。然而就在他转身走出房间的下一秒，老板竟掏出手机，打算向费利曼告发安迪。但话刚说到一半，安迪就又返了回来。Where's Callan? Where is Callan? 1, 2, 3. Stop! I tell you, stop! 此时的艾娃和凯什来到了一处便利店外，凯什在车上等着，姐姐则去便利店买东西。结果他刚走进店里，一个手持武器的人也走了进去，紧接着就是几声枪响传来。凯什见状立刻下车冲进了便利店，然后扶着受了伤的姐姐走了出来，但还没来得及上车就再次被几人控制。镜头一转，一支车队来到了郊外废弃的采石场，紧接着凯什和艾娃被带了出来，两人全都受伤不轻，而抓他们的却是费利曼的手下洛克。洛克曾是费利曼最看重的兄弟，但最近却因怀疑洛克的忠诚度而将他扫地出门，这让洛克心里非常不爽，于是便打算拿他儿子出气，但殊不知他们也已经被人盯上。凯什抓住对方交火顾不上自己的这个空档，迅速驾车逃了出去。等到安迪追过来时，凯什已经走远，这让他的内心再次生出怒。但好在艾娃还有一口气，最终几人成功从艾娃的口中得到了凯什可能会去的地方，于是直接杀了过去。随后就有了故事开头的一幕。安迪本想从一名小弟的口中打听凯什的下落，但对方嘴硬不说，那么安迪就只能让手下将其送走。离开前更是一把火烧了这里，让所有的罪恶全都化为了灰烬。与此同时，凯什也回到了父亲的住处，他愤怒地质问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但费利曼听后却更加恼火，他早就警告过凯什不要动情，做他们这行的不能有任何牵绊。可凯什没听进去，他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就该付出代价，这是费利曼给凯什的警告。而随后凯什也得知了另一个消息，由于安迪这段时间杀了不少自己的手下，生意也受到了一定影响，费利曼已经对安迪忍无可忍，打算派出手下彻底解决掉这个麻烦。但殊不知这一决定也间接将自己送进了地狱。第二天，安迪又从那个熟悉的床上醒来，看着女儿手机里的照片，内心的伤感再次涌上心头。但下一秒突然一颗子弹打到了旁边的墙上。好在战友们都在周围，没过多久就将费利曼派来的小弟全部收拾。但更多的人正朝这边赶来，他们只能快速驾车开始逃跑。可对方的车辆性能出众，没过多久就紧紧地贴在了他们的身后。安迪凭借驾驶技术虚晃一枪甩开对方。等他们重新追上来时，安迪的车上早就没了人。枪手们下车打算上前查看，但殊不知几人正躲在他们看不见的死角。将这些人全部干掉之后，几人没做停留，继续上路，但很快再次和敌人遭遇，这次还是前后夹击。就算他们是特种兵出身，面对这样的局面一样是万分凶险，且对方占据了绝对的人数优势。安迪见状，立刻命令几人快速朝旁边的大楼运动。在他看来，只要进入大楼，就算对方来一个营的兵力也无法奈何他们。果真如他所料，几人进入大楼之后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很快，枪手们也跟着走进了大楼之中，但殊不知这正是几人为他们准备的坟墓。
随着领头的那人被大胡子征服，也就预示着这场战斗接近了尾声。安迪没有让大胡子直接杀死他，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费利曼的位置。大胡子也不客气，他们这种人有的是折磨人的办法，也绝对不会有负罪感。于是没过几下，这人就乖乖交代出了费利曼的具体住址。很快，费利曼就收到了小队全军覆没的消息，也清楚自己的位置可能暴露，于是准备好车子，打算带着凯士离开这里。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出发之时，安迪举枪从黑暗中走了出来。安迪坐上了车，但此时的费利曼却丝毫不慌。到了如此境地，他还不忘调侃安迪几句。他很清楚自己必死无疑。My daughter is dead, and your son is responsible. No. H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your daughter's death. 安迪不想听他狡辩，直接给了他一颗花生米。而这一幕刚好被坐在另一辆车上的凯什看到。于是等到安迪离开之后，凯什从手套箱里摸出了一把武器。结束完这一切的兄弟几人来到了一处酒吧，打算在这里喝一杯庆祝一下。但下一秒，小黑却杀了进来。故事的最后才知道，和安迪一起并肩作战的队友，其实很早之前就全都死在了战场上的一次炸弹袭击中。而之前发生的这一切，其实全都是他一人所为。但凯什找上来却是事实。虽然瑞秋的死和他有关，但自己的父亲被杀他一样的复仇。凯什朝着安迪开了一枪，安迪腹部中弹并不致命，显然是凯什故意而为之。可能这是他能为瑞秋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此句解。